好商量，离开季伯仔也不是不行。公主，你一定觉得我会这么说吧？诚然，一个男人和这些无尽的财富，甚至性命相比，也没那么珍贵。但是，自从季伯仔把我从花月夜那个魔窟救出来之后，我就彻底爱上了他。眼下我对他是一往情深，至死不渝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就死了吧，还能减少些麻烦。小云，动手！第一次拿刀吧，手别痛。来，小样儿，我都看见你了，赶紧来救我呀！季伯仔，公主何必吓唬他呢？大人，别怕。天机公主，即便是你，也不能为难我的人吧？还请公主不要拆散我们。季仙君当真决定要维护他了？天机公主，你我之间只是公平交易，不涉其他。我先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若是父君一定要为季仙君和本公主赐婚，季仙君还敢抗旨吗？神君常年昏睡不起，寒风君如日中天。如今这吉星宫从上到下，怕是都以寒风君为尊了吧？在下不才，也算是个新贵。旧日的公主，与新晋升的贵客，你说，寒风君会让你成功的拿到这份旨意吗？季伯仔，你不要忘了，是本公主让你摆脱罪囚身份的。是，公主的确与我有恩，但本罪囚并不会以姻缘相帮。我想，对于公主来说，一个能赢下青云大会的斗者，总比找到一个王女夫更重要吧？你说呢？当然，还请季仙君加持。人我先带走了。烦请公主记住，若是有人再敢为难我的名义，即便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一样杀了。公主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他对我什么态度、什么感情都不重要。目前看起来，他还没有投靠叔父那边，这就够了。这位仙君，今日当值的姐妹全在这儿了，你想让谁献艺啊？你们谁是季伯仔的相好啊？
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夜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是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载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应有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载？不，仙君，季伯载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。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载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线打快了点。你，可惜呀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，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季仙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仙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
敬一杯。师傅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傅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期盼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园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傅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知外事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宰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？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宰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乌龟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秦野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风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乌龟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井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仙君带回去正好，这正好，这是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乌龟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。哦，
钓鱼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极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极仙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贤君，难道是季贤君看不上他的？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贤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怎么想的？我知道了，选他了。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2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真不愧是神剑阵啊，人皆有剑。就连狗都有剑。舅舅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你骂谁呢？不好意思。剑狗？舅舅，我还没听你说过，到底什么是剑林呢？剑林，顾名思义就是巨剑成林。原来呢是有一些剑客为使剑心坚定，将剑插入剑仙陨落之地。后来呢，世上每出一把名剑，或者没有一位高手身陨，新出名剑或高手配剑，就会存于剑林，等待4年1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像。老板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剑酒。来到剑林，怎么能不尝尝剑酒呢？剑酒。老板，满上。得嘞。哎，小白脸，你总是给我介绍你那些师傅，怎么也不见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的酿酒师傅？酿酒哪需要师傅啊？这是天赋，懂吗？来喽，客官，您的酒，慢用。好烈，入口如利剑割舌，凛冽锋锐，果如其名，好酒。哎，少喝点，会醉。
第一品高山之剑。诸位，请吧。舅舅，我们去吗？先不。剑它分4品，第一品高山，高山仰止，乃是凡剑不能企及之处。第2品沧海，百川归海，无边无际，乃是造100把高山才能求得之剑。沧海剑，诸位，请吧。第3品云天，沧海之上9天凌云，傲视万物，乃是万中取一的存在。第4品仙宫，9天之上仙宫所藏，乃是真正的天外之剑啊。至于剑灵有没有，那得看机缘喽。那凭舅舅啊在剑上的本事，取一把沧海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怎么着也得云天吧？那就得用毒喽。有没有看中的？我只知道沧海之上更有云天，云天之上更有仙宫。我自然是要最好的，不然怎么名扬天下？说得好。你是哪个？望城山，王一行。哦，吕素贞的弟子啊。且不说他说的好不好，就他这副妄图一步登天的野心，要为难死的舅舅哟。哎，魏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剑还是要自己取得好。我说老哥，你说什么？让谁取剑呀？我是说，这剑还是你自己取得好。你看他那样，指定上去2、3下就被人揍趴下。难不成这一次真的要空手而归？温先生不必着急，我倒是觉得这位小公子或许能获得一柄好剑。好。你小子不会喝醉了吧？高山、沧海，皆已有归主。接下来这柄剑，乃是云天品宝剑，我命它为火神。剑仙对战时折断的暖剑，99玄阳。准确的说，是脱胎于99玄阳。本是仙宫客，奈何落9天，浪费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来！别碰我的剑！你不是说浪费了吗？表里不一。那要看剑在谁手里。剑本无品，用剑者正直。这剑怎么会飞？这是望城山的御剑术，不仅是剑术，也蕴含着望城山的秘法。小小年纪这样的修为，应该是望城山本代弟子的魁首啊！哎，我看你是真醉了吧？
这是剑酒，跟一般的酒不一样的。望城山山主吕素贞座下手徒王一行前来取剑。诸位，唯一一把云天，无双城不来取，难道？哼！小生我无异于更高品级的剑，这柄正适合我回去送给小师弟。诸位，承让了。他刚才说了，最高品级的剑。是啊，无双城还没动，这次真的有。第4品，仙宫之剑，乃天外飞来，还请仙人赐剑。小白梨，哦，仙宫。好像。我也要取剑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，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你不是要取剑吗？那你的剑呢？我的，对。小公子，见见你。丢人呐！家门不幸。这不就有剑了吗？怎么和以前一样傻呀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看你有点眼熟？百里东君啊，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啊？你来错地方了。这是西楚剑阁，这还真是西楚剑阁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师承这只有3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，和方才百里公子使用的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小白梨，
里怎么会西楚剑歌？我想起来了。 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，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。问道于谦，当年西楚儒仙古臣咏歌，剑仙古墨执剑，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锋兵，直至力竭生死。 最后，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，这套完整的剑法，自然也就失传了。我外甥，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这镇西侯府的胆子，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，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接着。 定是好酒，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乐。干！干！痛快！成剑自由9天，竟然还真有歌呀！茫茫去不还，自歌云霄里，奏饮3万坛。仙人在我心中，今日只吟至此处。 平手。再来，不打了。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，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得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 接着，舅舅，啊，走啊！长老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他正起劲呢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一顶针很是有趣儿，
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哥。你干嘛？快闪开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，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们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。送我一个。臭小子，趁着去玄登城还有一段距离，赶紧把剑法的事给我交代了。可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么一走，好像错过了些什么。别扯开话题，我们能错过什么？错过了一场重逢。我急呀！今天要讲《白羽剑仙传》，正式讲到白羽剑仙纵剑西出，千里救毒的章节，听说可精彩了。在这里，云哥在这里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眼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从清晨杀到日没，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，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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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城贬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，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，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。叶安，呀呀，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，云哥瞎说。哼。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酒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嗯。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，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？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
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韩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，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九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酒仙，那我就去做那酒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大将军夜雨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夜雨带走念圣，亲子。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。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。现在多了我一个。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我也听说，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！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
温先生。哎呀，嗨。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！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。多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赏尽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说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可别，担不起。是爷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。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！那你别拿我爹压我！反了你呀！我跟你。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这镇西侯府我当家，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，你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